大家好，我是大伟。千叮咛万嘱咐，告诉你，冬天一定要去养阳。阳是什么？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小火苗。小火苗啊，它烧得越旺，你的身体啊就会感觉暖暖和和的，不怕冷。而且啊，它的循环、它的代谢，包括它的整个身体的能量啊，都会变得非常的足。我相信这样去说，可能很多人感觉比较抽象。我再给大家做一个例子啊，做一个比喻。你看，冬天里面啊，分为两种人，一种人啊，他穿的很少，你问他冷不冷，他说不冷。还有一种人呢，他即便啊，他裹着厚厚的一层衣服啊，他依然感觉这个寒气啊一直在往体内去钻，身上特别的冷。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两个人的小火苗燃烧的程度不同。那么不怕冷的呢，多为是年轻人，年轻人火旺嘛。那么怕冷的呢，多数是中老年人。所以呢，今天啊，我教你一套方法。这一套方法就是在咱们手上去做的一个操，你只要把这套方法学会了，每天抽出5分钟到10分钟的时间练一练，就能够给我们的小火苗啊增柴添火。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首先第一个动作叫做撞合谷，是一个非常好的伸阳动作啊。我们把手你看像这样捏起来啊，你会发现啊这里啊像一个小山峰一样有个凸起啊，就是我手指的这个位置。然后呢，我们把两个手啊同时做好这个动作，把凸起的点你看啊对在一起，然后来撞击啊，像我这样，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做的时候怎么做呢？你看啊，身子斜过来啊，然后来撞啊，不同的角度给大家看一下，把手举起来。然后我们做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什么呢？就是摆臂啊，手臂要摆动啊，你千万不能说是就是简简单单的就这样撞一撞啊，这样做的话就不好了。我们一定要把手臂摆起来啊，你能听到这个发闷的一种声音啊，就这样。力度啊，大概4分力到5分力，每天撞上一个啊50下到100下。好，做完了以后啊，你把手打开，你会发现啊手上发热啊，包括我们的额头后背啊，逐渐会被一种热啊慢慢的蔓延，这种感觉舒服极了。这是今天教你的第一个动作，每天都要去做。第二个动作是什么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动作，手是身体的缩影。第二个动作就是在手上打开我们身体当中重要的线路啊，你看。把手这样张开来，手一定要尽量的张开。然后呢，我们这个手啊是以这里，你看我手指的这个骨节，好，来从下摩擦到上啊，再从上摩擦下来，我们走上3遍啊。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摩擦的时候就会发热啊，非常舒服啊，就这样摩擦啊，上下，大家可以看到，哎，再上来，再下来，好，摩擦3遍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撞击。一样的啊，大家看，啊，听这个声音，啊，撞的是哪里？中间这一条线啊，中间这条线，手掌中间，你看，就这样去撞，啊，非常的简单，啊，也非常的舒服，你甚至能感觉到这个手掌当中啊，撞起来以后啊，有一种酸酸溜溜的感觉啊，非常的舒服。好，我们撞上一个30下以后 ，OK， 再把这个我的右手也做一下，一样的，你看姿势，从下啊慢一点，摩擦到上。再摩擦下来，再摩擦上去，啊，再下来，啊，做3遍啊，摩擦上去啊，摩擦的时候不要用很大的劲啊，就这样。好，你做完这3遍以后，手掌当中啊表面就会发热，然后呢，我们开始把中间这条线给撞开，你看1、2、3、4啊，就这样。听这个声音，是不是很有节奏感？哎，我们去做上一个30下到50下，好。做完以后啊，这个手会感觉有一些微微的酥的感觉，这种感觉非常的舒服。这2个动作每天耗时大概在5到10分钟，你把它做起来啊。冬天这2个动作做好，你的小火苗啊就会变得很旺。好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老年痴呆的人啊，我遇到过很多，也对这个问题啊做过深入的研究。这个问题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给大家简单的来讲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的记忆能力啊，突然偶尔的会有一些啊忘事啊，就是记忆能力下降，有些东西啊突然一下子就忘记了。然后随着你的时间啊变长，你会发现啊，你的大脑当中的一个空白量啊是越来越多啊，忘记的事啊也是越来越多。不过有一个特点啊，就是说你小时候发生的事啊，一般来说是不容易忘记的，就是容易忘记近期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再到后面呢，就开始啊有一些记不得路了啊，记不得人了。
逐渐的开始你的讲话能力啊，开始有一些磕磕巴巴的，讲话能力啊别人都得靠猜，你自己想说呢，你也不知道怎么去组织语言。再到后面啊，你的就是小时候一些经历的问题啊，除了一些非常深刻的，都开始逐渐的忘记。到最后你就什么也记不得了啊！这个老年痴呆这个问题啊，其实非常难，难在哪里呢？就是说他现在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解决方法，唯一一个能够预防的是什么呢？就是经常啊去活动我们的思维啊，去做一做手上的一些思维操啊。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2个手上面的思维操，这2个动作啊，我是感觉是非常好的，也非常简单，容易练习的。特别是你在平常的时候没事的时候还能去把玩把玩，这2个操啊分享给大家，大家感觉有用的啊，可以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一次跟着我就能学会的，也可以在评论区打上已学会，让别人为你点赞。好了，我们话不多说，直接来教动作。第一个动作非常简单，它是能够锻炼你大脑意志力和控制力的动作啊，这个动作可以勤加练习。你看，大拇指互相点上啊，然后呢，我们把手握在一起啊，再伸直。再握在一起，再伸直，再握在一起，再伸直啊！这个动作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它有一个要求啊，你们一定要达到什么呢？大拇指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握在一起的时候，指尖千万不能露出这种缝隙。比如说做个错误的给大家看，你看，一做的时候手就散开来了，一做的时候手就分开来了啊！你们这样做就不行。这个动作练习的时候最好对着镜子去做，自己这样观察得更清楚一点。你看，你想让手不出现缝隙，并且把它捏在一起啊，既锻炼了你的力量，又锻炼了你的大脑控制能力。好，慢慢的伸出来，2、3、4、5啊，做完以后这里会酸酸的啊，都正常的啊。做完了5遍，换手，你看，再来1、2、3啊，不能出现空隙啊，指尖不能留空隙。4、5，好，做完了以后再换手，再来啊，非常简单。1、2、3、4、5，好，刚刚那组啊就做的比较快了啊，简单大家做一下。大家做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啊，手在折的时候不能这个有空隙，一定要用意念去控制好它。你们集中注意力啊，做的时候看着手去做，你就有这种感觉啊，就用意念去控制手，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好，我们讲完了第一个动作，来讲第2个动作。第2个动作是什么呢？你看啊，我们首先啊把我们的手一定要张开来啊，把手张开来，然后呢用我们的食指啊点在一起，2个食指点在一起，然后把我们的大拇指和小拇指点在一起，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你看，这样的一个姿势，大家把它做好。你看，手张开来，食指点食指，大拇指点小拇指。好，做完了以后呢，以我们的小拇指为一个轴，你看手这样一转，转过来，好，大拇指碰小拇指，再一转，转过来，还是大拇指碰小拇指，再一转，转过来，又是变成了最初始的样子。大家看啊，这个动作我再做慢一些啊，你看。食指和食指相碰，大拇指和小拇指相碰，然后呢，以我们下面这个点啊，看转，哎，转到我们的大拇指碰小拇指，再转，又转到我们的大拇指碰小拇指，啊，再一转，回到我们初始的一个姿势啊，做快一点呢，就是这样看，1、2、3， 1、2、3， 1、2、3， 1、2、3。1、2、3， 1、2、3啊，整体做起来啊，你会感觉特别的累，是什么累呢？一个是你的大脑要去控制，就是你有时候啊做的时候做不好，它思维就会乱了以后呢，你就不知道去点哪了，一绕就人就绕糊涂了，所以你的思维其实是在跟着你的手啊是一起转动的。第2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他手啊要求的是完全的打开，就像这样全部张开来。张开来以后呢，它是练习的你的哪里呢？整个筋啊，我们手腕这一圈，你会感觉发胀，都是正常的。所以这2个动作啊，它和我们其他做的动作不一样。其他动作做的动作，它有的是灵活手指的。我们这2个动作啊，是加入了我们的思维，就是一个专注模式。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的手上的一个力量的一个练习。因为毕竟呢，我们手是我们身体的一个缩影。所以在这个做的时候啊，它既能锻炼到我们的整个力量，又能够增加我们的思维能力。这2个动作是非常好的，而且呢，这2个动作你可以在平常没事的时候
自己呢做一做啊，打发时间啊，就这样去做一做啊，非常的好。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受益，同时把这个视频啊可以转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说到阳气这两个词，大家都不陌生，但是阳气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它呢？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大家可以注意观察身边的一些年龄比较小的一些朋友啊，比如说大概15岁左右的，你去观察这些人。他们的身上啊，就会无时无刻啊散发一种我们讲呀青春气息。什么叫青春气息啊？就是面色好看，同时呢身上有劲，说话有力，思维敏捷啊。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我们叫做阳气足啊。你再反之，我们看一些很多的就是50、60岁的，特别是你到医院里面看，这种人非常多啊。他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面色灰暗。同时呢，身体啊走路姿态都会给你感觉一种非常要散的感觉，这种感觉呢，其实给你感觉就是一个字啊，虚。那我们讲是什么呢？阳气不足啊。其实我们的阳气啊，它是一个由下到上，再由上到下的一个过程。怎么理解这句话呢？从出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阳气啊，就在随着我们的这个岁数增加，一直在增加。到达15岁到20岁左右，它会到达一个巅峰，然后呢，再开始啊，慢慢的、缓缓的下降啊，最后一直下降。那么我们讲啊，你会发现年龄越大的人越容易啊阳气不足。阳气不足的表现啊，就是身体发虚，浑身没有劲啊，每天啊这个情绪上面的一些负面的一些情绪啊非常多，容易产生负面的一些情绪。最后呢，就是没有力气啊，比如说话没有力气啊，走路没有力气啊，这些通通我们都称之为啊这个阳气不足。那么阳气不足，我们怎么样去提升呢？在这里教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小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我们身体上面都有一个阳气口子，在哪里呢？就是我手指的这个地方，你看我手一捏，这里啊隆起一个小山峰啊，像两个骨啊，它合在一起，我们称之为合谷啊，就是这里啊。我们提升阳气最好的一个动作啊，就是去撞合谷啊。很多人都知道合谷是一个大穴啊，所以没事啊，有些人就喜欢揉一揉啊，捏一捏啊，甚至按一按。但是我告诉大家，想要真正的把我们的合谷打开，那我们一定要学会啊撞合谷。撞合谷怎么做呢？非常简单啊，我们把手指这样并拢，让两个手啊隆起的地方在一起啊，靠在一起。大家看，1、2、3、4啊，就这样啊，交打在一起。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啊，如果你的位置不对，比如说我这个位置错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只会单侧的手有一些酸酸胀胀的感觉。位置对了以后，两侧凸起的地方啊，交打在一起，你会发现啊，随着交打，整个手从一个点慢慢到一个面，都会有一些酸酸胀胀的感觉，甚至辐射到我们的一个手心啊。我们就这样，我们也不要做多，先做一个20下到30下，咱们先意思意思，先找一下感觉啊。你看，侧面给大家看一下啊，不同的角度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撞击的感受啊，就这样撞，好，差不多了。那么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们把手掌打开，很多朋友会发现啊，手心上面会出汗，然后呢，敏感一点的朋友呢，额头啊、嘴唇、后背甚至都会出这种汗，而这种汗和普通的我们天太热出的汗不一样，这种汗它是出这种呢，就是一种细雾啊，就感觉有汗，但是你一摸啊，它有一层细细的雾，一会儿就没有了啊。这种汗呢，其实是一种出汗，是一种非常好的表现啊。我们就这样去做，做上一个50下到100下，一定要追求这种手心当中有一些热啊，微微有一些麻，同时啊出汗，额头、嘴唇、后背出汗。当我们通过这个方法来回反复的敲，提升我们的阳气，其实无形之中啊，我们讲事物相对立，包括我们身体当中啊有阳气就有寒气，对吧？你通过这个方法，你阳气上升了，你身体当中一些湿寒之气是不是被压下来了啊？所以通过这个方法，其实也很好的可以帮助我们降低我们身体当中的湿寒之气，对身体啊是非常好啊。我们每天就这样去做。记住了，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早上一起来的时候，我们吃完饭以后休息一会儿，去做上一个200下啊。晚上最好不要做，因为做这个动作啊容易让人兴奋。你有时候很多朋友他晚上做完以后，晚上躺在床上他就睡不着觉的。所以我们最好的建议啊是早上
然后呢，这个如果早上没有时间的话，我们就选择下午3到5点钟，这也是一个生阳非常好的一个时间段啊。晚上呢，咱们就不要做这个动作了，做这个动作啊就容易失眠。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一定要打上有用2个字，你的2个字啊会帮助更多的人无形之中做了一件善事。记得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啊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你的一个小举动啊，或许正在解决他目前啊遇到的一些烦恼。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关注我一波，感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心脏不好的朋友们可能啊都听说过内关，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啊，咱们的手腕上面啊藏着一个小小的3角窗口。今天啊，我把这个方法啊分享给大家。大家呢，如果感觉好的，评论区下方啊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一定要记得把这个方法收藏下来，因为这个方法啊非常的珍贵。如果啊这个视频找不到了，那就可惜大了。现在呢，我们来讲方法。手上的这个反射区啊，叫做铁三角啊。为什么叫铁三角呢？我讲3个位置啊。第一个呢，是我们腕横纹中间的大宁，往下走内关，再斜着往上走到神门。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3角形？就是这个3角形啊，非常重要。但是很多人啊，他知道他也不会打开，因为他没有这把锁啊。怎么打开呢？我来教大家这个方法。这个方法非常独特，大家一定要仔仔细细认真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指的这个点啊，我手指的这个点呢和两边手啊把它碰在一起，看这个神门啊相对，对在一起以后会发生一件非常神奇的事，你把它进行一个碰撞敲击，它的声音啊会非常的清脆，这个声音你在其他地方任何地方去敲你感受不到的。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啊，2个点对上以后对得准不准就听声音，你听这个声音。大家听到吗？这个声音对上了以后就是准的。我再敲其他地方，听这个声音，啊，这个声音啊就不对的啊，一定要把这个点对好。大家可以自己啊对上去以后多敲一敲，微微调动。当这个点对上去以后，声音对了以后，我们就开始进行敲击，20下到30下，看到没有？啊，敲击的时候啊会有一种酸酸胀胀的感觉，往手心上面去放射。同时呢，我们30下做完以后，很多人啊手心上面开始出汗，而且呢手心中间啊开始胀胀的微微的，就是很舒服的一种胀胀麻麻的感觉。这种感觉啊是非常好的啊。然后呢，我们做完了以后，手这样一转，你看这样一转过来，再来开始进行敲击啊，一样是20下到30下，对上去以后，你看这个声音就对了。你看之前的声音就不对啊，手腕微微滚了一下啊，声音就对了。它这个点啊非常的小，非常的难找，所以我们呀进行要微调。你看，听这个声音，好，20下到30下。那我现在两边做完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啊，额头上面啊已经微微的出汗了，后背上面也有一些微微的出汗。为什么呢？2个点一交打啊，就刺激了全身的经络循环啊，包括我们的气血循环，就让我们的代谢之门啊给打开了。好了，做完了以后呢，我们回归到2个点还是依然靠在一起。你看这个动作的核心啊，就是2个点靠在一起以后呢，我们把我们的手腕啊，你看啊，靠在一起，手腕相折啊，然后我们再练习一个什么呢？你看手腕相折对在一起啊，手腕对在一起啊，这个手啊折起来不影响手腕，手腕一定要对在一起啊，把我们这个3角和3角啊靠在一起啊，然后这个手打开并拢，打开并拢啊，就这样去20下。不要小看这个动作，你做完这个动作啊，你就能感受到啊，你身上的气血啊，包括你心脏的蹦动，这个蹦动的效率啊，都会有提升。你自己做的时候啊，就能明显的感觉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我们左右手啊各做一个20下为一组，然后每天你把这个动作啊，早上做一遍，晚上做一遍啊，坚持去做一个7到15天，你慢慢的就会能感觉到自己身体上面正在悄然无息的发生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慢慢你就能体会到了，它对你的身体啊改善是非常的好的。好了，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没有关注我的朋友们啊，记得一定要关注我一波，因为在别人那里可能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手上面的经络不通是什么感受呢？你会发现啊，你的手臂啊经常容易没有力气，而且整个手掌啊经常容易发凉，即便是在夏天啊，手上面还感觉凉飕飕的啊。这个感觉啊会随着你的年龄越大变得越明显
而且很多人不知道啊，手上面的经络不通，皮肤啊也会告诉你答案是什么呢？我们很多人啊可以顺着我们啊，你看这啊这条线，你慢慢的往上去摸啊，每摸到1寸皮肤啊，你就往上来回划一划。很多人会发现啊，他不仅啊感觉到这个手臂上面的脂肪非常的抛，而且能摸到里面有很多的小筋结、小疙瘩。其实这就是常年啊经络不通所带来的一些困扰。那么这些问题怎么样解决呢？我今天啊教给大家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可以完全打开我们手上面的经络，促进我们手上面的气血循环。做完以后啊，你会发现你的手掌上面啊热热乎乎的，而且能感觉到血流一下子啊就涌入到我们的手掌上面，非常舒服。经常做一做啊，打开手臂上面的经络，手上更有力气，手臂上面的一些小疙瘩也完全不见了。好了，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动作。做动作之前啊，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啊先收藏下来，同时跟着我做完以后感觉好的，评论区下方记得打上"游泳"2个字，你的2个字会帮助更多人。现在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啊叫做花式钟摆。做这个动作之前，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热身，大家都要去做，不可以跳过这个环节啊。这个热身非常简单，我们身体坐姿，然后收腹挺胸，把手啊这样打开。打开以后，大家注意一个啊，我的手掌是完全的打开的，是不能并拢啊，完全打开，手掌指向天。然后呢，我们把手你看往下去折3秒钟啊，这个时候啊，你会发现啊，手掌上面有一些微微的酸酸胀胀麻麻的感觉，有些朋友啊还能感觉到有些筋啊在扯着，这些都是正常的感觉啊。我们准备3秒钟左右啊，保持这样才能把我们的筋拉开。然后你看手再往回握拳啊，再来，你看往下3秒钟，再来2。啊，我们反复去做一个5下，就这样，啊，你看做的时候啊，其实是非常舒服的啊，是非常舒服的一种感觉。大家可以把手机放下来，跟着我一起去做。好，5下做完以后，你应该能感觉到这个动作神奇之处。虽然它是热身，但是你也能感觉到手上面有开始发热了，有血流啊往手掌上面去涌，而且呢，活动一下手腕会感觉特别的轻松。好了，这个热身做完了以后啊，它的目的就是把我们的经络和筋啊完全打开。好了，我们现在来进行花式钟摆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非常简单，我演示一遍给大家看啊，大家看是一样的姿势。然后呢，你看手，你看1、2，啊，慢慢的不要着急，3，啊，全程记住了我们的手掌啊是这样张开的啊，你看3。好，慢慢的保持啊，你看这个动作做完以后，4停顿一下，5啊，你看我到了一个点了以后，这个手腕折的方向才开始变，大家这里去看一下我手腕这个细节啊，到了一个点呀才在变。那么做的时候啊，一定要感觉你的小臂啊是始终酸酸胀胀的感觉，千万不能出现什么呢？这个手啊是瘫软的。瘫软什么意思呢？我们讲做一个动作，它一定要有一股劲绷着，咱们这个动作啊就要有一股劲啊，在做的时候，这个小臂啊要捏起来，感觉啊硬邦邦的、紧紧绷绷的，你不能说手这样张着啊，但是呢小臂摸起来是软哒哒的就不行啊。所以呢，咱们在做这个动作看似简单，它有一股劲啊在绷着啊，不要急，不要慢啊，就这样慢慢的做啊，你看缓缓的把这个动作啊给做完，就这样好。那么我相信大家跟着我去做了一个10个到20下左右啊，你应该能感觉到这个动作神奇之处，它能给你的身体啊带来很多的一些正向的能量。那么这个动作我建议大家像这个花式钟摆，我们左右各做1次啊，每天在家做上20个为1组，做上2到3组。同时呢，日常没事的时候，感觉手上困乏的时候，把这个热身动作也可以单独的啊练起来。这2个动作啊粘合在一起做，可以说是1+1大于2，非常好的一套动作，完全打开你手上的经络，促进手臂上面的一个循环代谢。我是大为，今天的动作就分享到这里。还没关注我的朋友们呢，记得给我点个关注啊！在这里啊，你会学会很多别人不传的一些绝妙的动作啊，这些动作就能真正的帮你养好自己的身体啊！感谢大家的观看，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手是健康门。咱们经常说啊，
五指通络，调衡五脏。手里面啊藏着太多我们身体当中重要部位的一个反射点。那么如果你能够有效的打开我们手上面全部的一个反射区，那么对于我们整个身体啊是非常好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就是说如果你身边有长寿的老人，你去摸一摸他们的手，你感受一下啊，这个他们的手啊摸起来一般都是温热的，而且这个手掌啊，你用手去戳一戳，会发现他们里面这些肌肉啊都是富有弹性的，而且啊摸起来非常的柔和，非常的舒服。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们的气血是非常通达的。其实我们只要学会在手上能打开身体上面这些反射区的点，那么我们的气血也会通达，经络也能打开。今天我要教给大家一套长寿的手上小动作，这套动作我希望大家保存下来，并且完全的学会，这对于你自己啊打开自己身上的一些反射区是能带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帮助。好了，话也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来讲动作。这一套动作啊一共有3个步骤，所以我希望大家把手机放在一旁，跟着我一起来做。第一个动作啊叫做莲花扣指开十宣，十宣是哪里？就是我们的指甲下方啊，一共10个手指，所以叫十宣啊。我们手呈莲花状态，来回的扣击，大家听这个声音啊。我们的大拇指大家可能看不见，大拇指是这样撞击的啊，大家看啊，这样撞击。啊，扣在一起。那很多朋友刚开始做的时候，他手啊会错位，经常扣错位。我们手啊放松，然后微微分开，然后放松的状态来回的扣击，一定要有这种声音，大家听。啊，一定要有这种声音。经常扣一扣啊，对于我们的血压非常的好。而且呢，你身体当中如果有内火比较重的、火比较大的，你经常扣一扣，还能很好的帮助我们降火啊。就这样啊，一般来说每天去做上一个99下，速度的话可以就像我这样啊，撞击感有些轻微的撞击感啊。那么很多朋友做的时候，如果说你有一些微微的啊这种疼痛感，都是正常的，不用太过于担心。好了，做完了第一个动作，我们再讲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也很重要，叫做什么呢？撞开合谷。得真阳，什么意思呢？合谷我们称之为啊阳气口。你看手并在一起，这里肉最多聚在一起的地方啊，就叫做合谷啊。它因为是像2个山峰啊并在一起，叫合谷穴。那么我们把2个合谷肉最多的地方在一起来回的敲击，大家一定要听这个声音啊。撞出声音啊！你只要这样敲击，你会发现非常神奇。做上一个30下到40下左右，很多敏感的朋友额头后背就开始出汗。为什么？因为你身体当中的一些寒啊要排出去。所以呢，我们就来回的去做。还有一个细节，我们做的时候啊，手要这样啊，手腕微微的啊呈这样的形状，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把我们的合谷暴露出来。同时手有一些微微的向内扣啊，把它撞击在一起。你能听到这个声音，同时手掌中间能传出来这种麻麻的感觉是最好的。好，就这样撞上一个50下到90下左右，打开你的手掌，手心上面会出汗，手掌里面会发热啊，这就是第二个动作。我建议大家50下到90下，一旦有了手掌中心出汗，额头后背出汗，我们再做个10下到20下就可以了。那么第3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左右摇摆通气血，开的是哪里呢？我们的大鱼际和我们的小鱼际这2个地方位于我们的手掌当中非常重要。手食指交扣在一起，然后呢，你看手像摆钟一样来回的用力摩擦，它摩擦的就是轨迹，我们在我们的大鱼际和小鱼际上面。大家看，听这个声音，一下是一下。啊，大拇指是垂直向上的啊，大家看，这大拇指是放松往上，一下是一下啊。做的时候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做啊，这个就太快了。我们一下戳到顶，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啊。大家看，看每一下它都会有个停顿，对不对啊？这个做的是什么呢？就通我们的一个气血啊，我们就这样去做啊。一般来说也是建议大家做一个50下到90下区间啊，就这样去做。好。你全身做完了以后，这3个动作做完，一般来说，你体质再不敏感，你额头后背啊都会有一些出汗。它就是通过我们的手去打开我们身上的经络，把身体当中一些不好的东西通过提高我们的循环给它代谢出来。而且很多朋友啊，在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会发现原本手上僵硬的，摸起来比较木木的啊，这个手掌常年发冷的，做完了以后手上就变热了。为什么？因为你的这个阳气啊提升了。好。
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这个动作真的是非常好的一套动作，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把它转发和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家人，并且一定要把视频啊收藏下来，你跟着去练，反复的去练习，直到自己啊完全掌握、吸收了，成为自己所需要的一些知识。我是大伟，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没有关注的，记得一定要关注我一波，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啊给大家来聊一聊失眠这个话题。失眠是一件非常令人痛苦的事啊，不单单会影响到咱们身体的一个健康，同时啊对于咱们的精神上还会造成巨大的折磨。那么今天呢，大伟给大家带来了4种方法，相信我，这4种方法总有一种会适合你，而且会让你一觉睡到大天亮。我们来看一看这4种方法啊怎么去做。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按压咱们的劳宫穴。很多人会问劳宫穴在哪里呢？其实非常好找啊，咱们把拳头握拳啊，中指点的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中指点的这个位置啊，这一块就是咱们的劳宫穴啊。咱们只需要把手啊去给它进行一个点压啊，我们把手啊点压进去，然后呢，就像我一样，点压进去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放在胸口或者肚子上面，然后我们进入一个就是躺在床上也好，或者你睡前按一按也好，都可以，咱们就按着不要动。按进去以后，保持30秒到1分钟，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的呼吸啊渐渐的变慢啊，因为按这里啊，它可以去有效的帮助咱们这个改善睡眠的状态。那么我们之前的视频也讲过，同时啊评论区有大量的反馈说这个方法很好，不妨去尝试一下。那么第二个位置呢，就是咱们的一个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呢？神门穴啊，在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这个腕横纹啊这个附近啊，这里我画圆圈的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那这个神门穴啊，我们也是用我们的手指啊点进去，点进去以后，大家注意了，这边啊你去摸这个位置，你去摸有个小小的骨骼啊。那这个位置啊，我们点进去以后，手腕啊千万不要去很紧张，我们要把手腕微微的放松啊，弯下来，咱们点进去。点进去以后啊，正好你感觉你的拇指上面正好压着一个小骨头，那么这里啊就对了。那我们点进去以后也依然是不要动啊，保持住啊，放松啊。神门穴啊，它本来就是一个帮助我们静气凝神的一个穴位，所以这个穴位啊，长按对于我们的这个压力的排解啊，都能带来非常大的帮助。所以睡觉前啊，也可以按压神门穴这个位置，也是非常好的。那么第3个方法是什么呢？第3个方法就是拍肚子啊。我们拍肚子啊，就是咱们什么呢？躺在床上啊，躺在床上，然后呢，我们拿手啊，轻轻的拍啊。拍打的速度和拍打的力度非常重要，因为这里肚子这里啊，它是非常敏感的，所以说咱们在拍打的时候啊，就想象啊你在哄宝宝睡觉。为什么宝宝你去哄他的时候，一哄啊，他就你不哄他的时候他会玩，你慢慢拍拍他，拍拍他的背啊，拍拍他的头啊，拍拍他的小肚子啊，慢慢就睡着了。因为这3个位置啊都是我们非常敏感的，我们在自己给自己拍打的时候，其实是给自己做了一个小的催眠，同时啊利用这个敏感性啊调节了咱们的副交感神经，让我们快速进入睡眠状态。我们只需要躺好，慢慢的拍，眼睛闭起来，轻轻的，速度啊不用很快啊，速度一定要渐渐的变慢啊，因为你的速度，当你自然变慢以后，证明你开始慢慢就是要进入一个睡眠的状态了。所以我们就拍拍肚子，轻轻的拍，这个力量千万不要过重啊，千万不要很快的这样拍，就没有效果了。我们一定要轻轻的、缓慢的、温柔的去拍我们的肚子，那么我们很快慢慢的就会有睡意了，很快就困了。然后第4个方法是什么呢？第4个方法就是我们去摩擦我们的耳朵上方2侧啊，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咱们的这个颞骨啊，就是这一块。那么我们顺着这个耳朵上方2侧去摩擦，很轻微的去磨慢慢的磨。要磨到什么感觉呢？就是你手在摩擦你头发的时候你的能听见这个摩擦头发那种沙沙的声音这种声音这种波率是非常有益于咱们快速进入到一个睡眠状态当中的。所以咱们睡觉睡不着或者睡觉前想要快速的让自己进入一个睡眠状态，咱们就把手在耳朵上面来回的磨一磨同样一定速度要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一定要慢，而且要找一个非常舒服的位置，咱们就这样慢慢的来回的摩擦啊。这个摩擦它是通过2个原理，一个啊是我们刚刚讲的声音，第二个啊就是去轻抚咱们的这个头皮啊，它可以快速的让我们就是有困意。所以这4个方法啊是非常好的。那有的人会问说，大伟，你提供了4个方法，我究竟应该选哪一个呢？其实啊，这4个方法它都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体质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患有了这个失眠睡不着，那么你可以一个一个来尝试这4个方法，总有一个你是用起来特别顺手特别舒服的。那么这个方法就是针对于你一个人的，那可能其他人用起来就不是那么管用了。所以一下带来了4个方法，希望大家好好的把这4个方法就是学会，然后把它保存起来，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让睡不着的人可以睡一个好觉，一觉到天亮。那么今天的视频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希望大家关注我的视频，里面有很多的内容都可以帮助大家解决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小问题，让大家点赞、评论、关注，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你的后背上面是不是总是感觉有一根筋在撑着，在吊着？想要把自己的身体舒展，想要把身体直起来，却感觉特别的困难。其实咱们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感觉，就像无数小手在拉着你，让你身体没有办法做出自己想做的运动。而且你会发现，当你有这样的感觉以后，你的后背时不时就会感觉到特别的疲劳，特别的累，就像无数个大石头压在上面一样。今天呢，大伟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动作。这一个动作不仅仅能够打开我们的身体，而且你做完以后，你会发现整个身体能舒展开了，你的肌肉、你的经络，包括你的整个状态、气质看起来就不一样了。那么咱们这个动作，大家如果感觉做完以后好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一定要记得把视频收藏下来，以后每天跟着我去练。咱们现在开始一起来讲解动作。首先，咱们要把双手放在我们的后背，手在后背的话，你做一个动作比如说你现在跟着我，用你的左手抓住你右手的手腕，像我这样，左手抓住右手的手腕，然后呢，在后背去进行一个往下撑的一个动作。你看手肘尽量伸直，往下去撑，然后同时呢，你记好，把我们的肩膀往后去打开，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肩膀往后。脊柱夹紧夹紧我们的肩胛骨，把头微微往上看。好，形成这样的姿势以后侧面看一下，来吸气的时候，我们往下慢慢的收紧，吸气，收紧，吐气，保持住。再来吸气，收紧，吐气，保持住。好，我们做完2次以后，再开始把手腕换一边抓，左右手一定要怎么样？雨露均沾。换一边，然后同样的手往后，你看形成这样的姿势以后，你的脖子活动活动，把你的这个肩胛骨只要夹紧，脖子会变得很松，然后头往上看，吸气，我们往下，吐气，吸气，夹紧，用力，吐气，保持住。好，我们一般正常就2个呼吸，左右各2个呼吸，我们就做了4个呼吸。这个时候你活动一下后背。有没有感觉到变松了？有的朋友会感觉到热热的，这就对了。然后做完这一套动作以后，所有朋友们，我们记住上面也要做一个交叉，马上分享给大家。那么我们上面的手做起来也非常的简单，把我们的双手置于我们的头顶，一手在前，一手在后你看，比如我现在是我的右手在前，左手在后，把它交叉过来，然后开始像挥手一样，注意手肘尽可能的伸直，挥手挥到2侧，然后夹角大概是约等于小于90度你看就这样的夹角，再怎么样呢？再过来，把我们的左手在前，右手在后交叉，右手开始在前，看到没有？这个右手，我的右手在前，然后回，这么来回的交叉，从侧面看，大家看的就明显了你看一前一后，一前一后这么动。那么手在动的时候，你的后背上面就开始发力了，你会有一种绷紧的感觉，同时你的腹部会忍不住的向内收。就这个动作，我们做着做着后背就发力，然后我们做完了左右手交叉为1次我们去做上10次。做完了以后，把我们的手，你看像我这样，2个手掌相对，
对在一起，你可以把手这么扣起来，也可以这么对着啊，扣起来也可以，把手往上去撑。慢慢的往上去撑，两个手你看这么去发力，这个手往外，这个手也往外，这么互相一怼，这个力量就发出来了。慢慢的往外发力，保持大概在5秒钟，头往上看，手往上推。好，慢慢的做完以后放下来。这个时候你去活动一下你的肩膀也好，活动一下你的后背也好，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咱们这个动作啊，也就分享到这里了。大家一定要记得每天打开视频，跟着大伟做一做。慢慢的，你整个后背、你的状态、体型、体态，包括你的经络、肌肉，都会发现不一样的变化。好了，今天视频分享到这里，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肠胃不好的人啊，在生活当中是非常痛苦的。就拿吃的上面来说啊，你看冷的不能吃，这个辛辣的不能碰，像海鲜啊、火锅啊，有的时候牛奶啊，它真的是尝都不敢尝。它只要稍微吃了一些轻一点的，就是里面开始咕噜咕噜响，就开始往厕所去跑了，一天可能上个5、6次都不为过。那么如果重一些的，那就捂着肚子啊，他头上流着这个汗啊，床上打滚。满床打滚啊，有的时候整夜的睡不着觉，为什么？就是因为了肠胃弱。而且你一定要记住，当你的肠胃开始一弱了以后，你的整个身体的状态，包括免疫能力，都会开始逐渐的往下去降。那么如果说你的肠胃开始弱了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样让它变强壮起来呢？那很多朋友又说了，我吃这个吃那个。其实我告诉大家，我们用自己手上的2个活口，就能让你的肠胃逐渐的开始往上去走，变得越来越强壮。你一定要记住啊，我们的肠胃它有一个最近的一个门是在哪里？就是我们的肚脐上方。而我们的左右2个手呢，在道家有一个不传的方法，叫9把火。左手属于火，第5把火口，右手属于第6把火口。我们可以利用上面的火钻进去，钻到我们的肚脐当中，让里面热起来。可能很多朋友听我这个方法说，大伟你讲的太玄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咱们今天每个人跟着我做的，你都能找到这样的感觉。我让你感受到里面开始有一种发热的感觉。这个方法在以前都是不传的，在咱们视频当中我分享给你。所有的家人朋友们，你感觉老师讲的好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点上关注，点上赞。咱们现在开始讲内容。所谓第5把火和第6把火在哪里呢？它的火口各位于左右劳宫。然后我们需要做一件事，先把这个火啊给它养出来，把我们的手对在一起以后，左转右转，一来一回为1次。我们转多少下？转上一个啊，你自己都不用数，没有多少下，去转到烫为止啊。你就这么转，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他这么左右来回几次，倒腾几下他就开始烫了，整个手掌中间会烫。有的人来回个7、8下、10下，他才能有一些微微的烫。这种烫你一定要记住啊，我们是怎么样？不是用力的在一起摩擦，而是轻轻的手对在一起就转。它和我们这样去做有本质性的区别。这样去做，手一分开，热量就没了。而我们这样引出来的火，你记好了，你即便手分开50秒、1分钟，你过个1分钟你不碰它，你手再这么一转，它依然能有烫。那么我们引出来的这个火有什么用呢？你看好啊，我们开始感觉到烫了以后，所有家人朋友们跟着我做。我们现在假设所有朋友都感觉到烫了，对吧？你们一直在转，那么这个时候烫了以后，我们手放在这儿就不动了，整个人把手放在我们的身体两侧。我现在教给大家的叫做什么？叫做引火法。这个视频的内容含金量非常的高，一定要记住，你们可能走一个神，后面就跟不上了。你感受一下手中的温度，当它感觉到烫了以后，它里面的温度就像一个小火炉一样，刚开始可能会慢慢往下降。就是说里面的这个温度啊，手心当中呢会感觉到冷了，逐渐变冷了。但是不要着急，你再怎么样转2下，再这么转2下，感觉到温度上升了以后，再继续放好。烫了以后我们就停，就这么放好。一般来说，刚开始去做的朋友们，往返去做上一个3到4次，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火炉啊，它只要温度一往下，你就开始这么转，啊，感觉到烫了以后就不动，就这么转，始终这么转，你保持住。保持个3到4次以后，逐渐的就会感觉到手中的温度开始怎么样？保持住了，恒定住了啊，这个温度也没有往下，反而有的朋友会怎么样呢？转着，哎，它这个温度你就算不转了，它也开始持续的往上升，这个就是火已经开始聚拢起来了。
我们看过金庸的很多小说，是不是？里面写的那个武林高手，他有内功啊，然后练完以后，这个头上发热，有这个真气啊，后背发热。其实我们在做的也是一种方式，只不过是说没有那么夸张。你们很多朋友在转的过程当中，有的朋友开始出汗的，额头上面出汗啊，这后背上面出汗都是正常的。那么我们现在的只要能感觉到这个温度在手上一直怎么样保持住，这个热热的、烫烫的，温度也不往下降，一直是这样的温度，行，这个时候你的火已经聚出来了，一定要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手即便不动，它的温度一直是在掌心当中的，这个火已经聚起来了。那么我们现在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所有家人朋友们，你看好，肚脐在这个位置，穿不穿衣服啊？你穿着衣服或者把衣服撩起来都一样。把我们的掌心这个口直接怎么样对上去，对在这里，我往后做一些啊，掌心的口对在这里，这个手掌把它掌心的口对在哪里？手背的中间，也就是说，你看手背的中间在这儿，我把掌心这么对上去，这样就行了。两个手放好以后，这个就是叫3点一线。我们把这个3个点都对在一起以后，其实你看不到，但是你的火已经逐渐的往内去走了。那么现在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是什么？你把你的手对着我们的肚子开始转，你看这个方法，它就像环环相扣一样。你有的朋友他每天没事吃完饭以后，他也这样转，但是没有用啊。你用我们的方法，你把它对上去以后，手记住了小范围的去活动，从我们的右侧往上，左侧往下，做一个顺时针的一个转啊，就这么去做，慢慢的去做。逐渐的，这个火就开始慢慢往内渗。我们做的时间不要长，1分钟到1分半钟，你自己去感受。额头、后背会开始先后的发热，整个小腹当中开始发暖，里面感觉到有一团火在烧，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讲的火已经进去了。因为大多数的人，他只要肠胃不好，里面都不用看，都是什么？属于寒则凝，凝怎么样呢？凝就堵了嘛，对不对？你把火放进去，你要把一些冷的给它去散跑，就这样转。你看我转一会儿，我的头上已经开始了，有一些汗已经开始出来了，就在手上，你们可以看出来。这些汗已经在手上了，你们就这样慢慢转。刚开始有很多朋友说，老师，我做完以后我没有像你这么多汗，我可能只有一点点热，非常好啊。因为每个人的火不一样的，有的人做完以后大汗淋漓，有的人做完以后他头上开始冒冷的，都是正常的。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哪怕你做的这个动作你没有感觉，你也要怎么样，逐渐的往里做。现在我感觉我的小腹当中已经开始热了，就像一团火在燃烧一样。你们跟着我去做，慢慢转啊。转的时候幅度不用大啊，就这样慢慢转。你只要把这个热能送进去以后，你坚持大概在7天到10天，你会发现你的肠胃状态慢慢的就好了。因为肚脐这个地方它就是一扇门，这扇门我们敲敲它，把火给它怎么样送温暖送进去就行。你别小看这个方法，很多人是因此受益的。而且你记住这个方法，你要做之前一定要记住，把我们手上的2把火给生出来。手上的火力不生出来，光直接转没有意义不大。你看我做到现在，我的额头、我的后背、我的里面已经开始怎么样？开始发热了，真的是热热乎乎的，就感觉不一样。你看我的头上啊，看到没有？手上都有一些细细的汗雾出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个累加上一个工字。9把火它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关注大伟，在后面我会给你讲更多关于道家9把火的一些方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这个方法能给大家带来帮助。每天我们可以做上1到2次，但是做之前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把手上的火引出来。同时，这个引火的动作，我们也把它称之为阳火，单独去做，多做一做，你到冬天和秋天啊，这个手上你都不会怕冷的。好了，今天视频分享到这里，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你的脸上皱纹多，面色发黄不如意，眼睛下方的这个小袋子啊又大又黑，那么今天的这一条视频啊，你一定要认真的看完。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古法的绝活，叫桃花功。这个方法其实很多名人啊也在偷偷的练，而且你做完以后啊，你能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脸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咱们说使人衰老的一大因素啊，很重要的一点是哪里呢？就是你看起来这个人啊显老，重要的一个区域就在这儿啊，我们的眼睛这一圈，包括着我们的这一圈啊。比如说我现在把半边的脸往下这么拉一拉，你会发现，只要我的皮肤一往下拉，那么整个连带着我们的眼角都会往下。
所以为什么现在流行很多人去往上提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只要把这个位置你往上走了，那么人啊就会显得更加年轻一些。同时这个位置往上走了，我们这一块也会显得更加的淡一些。那么今天呢，我们讲的方法就是围绕着咱们整个面部的一个提升去来做文章的。那么话也不多说，咱们直接把内容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感觉好的，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同时给咱们的视频点上一个赞。我们现在来讲解内容。首先，想要让你的面部提升，一定要记住利用好我们的面部肌肉。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每天坚持去练99下，把我们的嘴巴抿住。然后呢，抿好以后，用我们的嘴角使劲的往上去靠。让我们的这个苹果肌就这个位置让它饱满起来。我给大家做一下做的时候就不能讲话了嘴巴抿住，1、2，你们看这个位置，在我往上提的时候，它就像鼓鼓的，像一个小球一样。我们在做的时候也一定要记住把嘴抿住以后，2个嘴角往上去靠，你一定要有这种感觉，照着镜子，它鼓出来以后，那么一个就完成了，然后如此反复99下。这个呢是让大家日常当中去练习的，很多人特别是名人现在特别流行叫面部的瑜伽操，说白了就是强化我们面部上这些微小的肌群。肌肉只要一开始怎么样，它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它会充血，只要它充血了以后，那么我们里面所产生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它都会怎么样，像海绵一样在慢慢的被挤走。所以这个动作大家经常去练。那么除了动作以外，我教给大家几个方法，是我关于我们的手上动作了。我只做半边你们做完以后看一下对比。首先半边是哪里呢？就是从我们的这儿往外去刮慢慢的，我们做的时候是拿我们的大拇指，比如说我这个大拇指慢慢的往外，2个手指往外推，就这样慢慢的轮流交替，不要做多。这个动作是刚开始的，它是一个波动的动作，做多少下？10下到20下，你记住整个力度是非常轻的你看慢慢的往上走，这个线是往斜上方这样走的，一定要记住整个过程当中一定不要用力。特别这里很多人认为他这样推着用力就把这个水给推走了，不是这样的。我们在这样做其实是说白了就是一个开经络的过程，慢慢往上走，轻柔的大概就1分力慢慢往上。好，推上去以后一定要怎么样，在这个位置一定你看，比如说我们推上去以后，做完动作以后，在这个位置把它怎么样转上一个10下。你看我2个手这么去推推上20下以后，好，那这个时候在这个位置你记住把它往上去走，转上一个10下到20下，就这么转，一边转你看我的这个纹路一边往上去走，就这么转。好，转完了以后你们看一下两边，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你们现在看一下两边。好，同时你会感觉到这一块发热不要着急这是咱们才第一步开经络。开完了以后，接下来我们要去做什么？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这条线去怎么样顺着我们下面你去摸，有一个圆弧，再顺着去理。因为这个桃花宫是什么呢？就是要顺着我们的线去走，它走的每一条线都是有讲究的不是让你乱做的。很多朋友每天就这么拉，这么拉有用吗？你没有顺着这个线走，意义不大。你看，就从这个地方你摸有个小弯钩这个地方从我们的鼻翼往下走，这个地方很明显，就顺着这儿往后走，这里也是这个叫颧弓这个就是我们的颧骨。你顺着颧骨的下线往下走，就这么去做。你看，我们做单边的话，一般是这么去做，单手去做，一般是这样去做。如果你2个手的话，就是这么去推，这个手轮流过来，然后这个手再去推你看自己的喜好都无所谓这样去做上10下，大约去用上一个5到6分力左右脸上可以这个时候就可以上些油了，上些精油什么的都行然后抹完这条线以后，这个地方就开始发热了。记住，所有的家人朋友们，脸上的力度就这条线力度可以大一些，5到6分力，问题不大。你们现在看两边，现在是不是能看出来了？2条线只要一拉开，完全就不一样。这才多少下？这连头带尾1分钟都没到，对不对？然后你再看这一侧这个地方其实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小沟，看到没有？我们说这条沟要怎么样？你看
这样一看，两边一对比，是不是就不一样了？我们要把这个钩这个地方再接着往后带，怎么去做？你记好一个方法啊，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位置小拇指下方延伸下来的这条线到我们的掌横纹中间，就这个点，我们叫豌豆骨，对着我们的嘴角啊，这么对好。小拇指这个位置，你把它旋转过来，对着我们的耳朵，就这么放好。放好以后，我们往我们的斜上方以后去拉，这没看，这么去往上走啊，不要走上面啊，就走这个位置啊，往上去拉。拉完以后，把我们的下面的这个手，你看往哪里去转啊？看好，往上，你看往上这么去转，一定注意啊，往我们的耳朵方向去走，你别转反了，你别这么转，你这么一转好了，转反了，这肉都怎么样，都堆在这儿了，看到没有？你一定要怎么样？是这样去转，看到没有？这样去转啊，朝我们的耳朵方向去发力。你看，先这样把手放好，对上去，手就这么放上去，一条斜線，然后慢慢的先往上提，提上去，提上去以后，来慢慢的这个手怎么样？往后拉啊！你看发力方向啊！你看这个方向是往我们的耳朵方向往后拉上去以后，再怎么样往上提，再送一些。好，这就一下保持住。你看两边脸的变化。好，我做完一下，你们看啊，来一下定住了这里，我推不动了，我保持3到5秒钟不动，就压在这儿。好，慢慢手一松，你们来看一下，我现在都能感觉出来啊，两边脸是不是完全不一样了？一个高，一个低，你自己看，这才一下。所以我说你两边都做完以后，你感觉是不一样的。这一套动作在以前啊，可以说是不传之秘，但在咱们的一个这个视频当中啊，都会分享给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为什么每个动作的细节给大家讲的这么详细？因为你只要这个力量一发错了，好了，你接下来这个动作你都别看了，基本上你看不出什么感觉来。手这么去做，放在这里，手指往上啊，往上放好了以后，来再讲一遍动作细节。先把怎么样，手往斜上方这么去送，看这个方向，送上去。好，然后下面的手怎么样去转？往怎么样？往我们的后方，往我们的背部去转。好，你看我的嘴角的方向，然后第3个步骤再往上去送，就这么走，它是跟着我们的线的方向去走的。送上去以后，3到5秒钟，你推不动了，保持住，这个时候就是你的一个很紧的一个状态，然后保持住3到5秒钟，手一松，再来看一下，这是两遍，我嘴巴闭起来不动，你注意看两个嘴角的方向。有没有发现我的嘴角已经开始往上了啊？这就是再看一下脸上的部位的变化，是不是发现完全不一样了啊？这个才几下，这才2下，我们每天做3到5下，手上记得啊，做这个动作手上可以抹一点点的油，不要太多，太多你滑了你就做不了了啊。我们先是做这儿，然后呢，我们下一步是推这儿啊，我们的颧骨下方这条线，然后再怎么样整体的一个往上走。啊，就这一块地方，你只要把这一块地方给打开了，脸上你看颜色、温度慢慢就上来了。左右两边不要两边一起做，不要这么拉啊，单边的做，做完一侧再做另一侧。那么在这里啊，由于视频时间有限，我就把这一套方法分享到这里。每天晚上的时候做一次，早上的时候如果时间够也做一次。咱们把这个方法学会，非常的简单。好，那么我们的视频也就到这里了，感谢所有家人朋友们的支持和关注啊！没关注的你点一下下方的关注啊！在我大伟这里啊，分享的都是什么？都是干货，在别人那里不传之秘，在我这里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老公不足的人一定要记住道家的这个动作，叫做开天门。这个动作和其他的动作完全不一样。做完以后就能让你感受到你的红色的水在大量的往上面去冲，它有一种巨大的一个引导的力量。那么很多朋友说什么叫做老共不足？咱们就这样说吧，如果你经常感觉到迷糊，就整个人感觉到闷闷的，头上像一层雾一样，想东西啊，思维能力啊，包括你的状态都感觉往下滑的时候，大概率来说，你要把我们的水往上去送一送。
我相信很多聪明的朋友听到这里就明白我的意思了。那么话呢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感觉好，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给咱们的视频收藏下来以后跟着去念。那么我们这个动作怎么去做？记住了，天门在哪里？就是在我们的脑门，以前的人把它称之为叫天门。我们2个手指变成这样的一种姿势，从我们的眉心慢慢往上走，大拇指定在我们的耳朵上方，作为一个这个轴心啊，我们手就慢慢往上来，左右手慢慢往上。注意看，这个时候你看我中间会出来一条线。以前的人说什么？这叫天门推开一抹红。所有的朋友们，你们如果看到这个视频，一定要记得跟着我一起去念。你把这个动作要做起来以后，你自己就能感受得到。很多时候动作好不好，并不是说我说了算，你们做完以后感觉好的才叫真的好。慢慢顺着往上走，来看这条线，逐渐就出来了。我们一般左右手为一次去做上一个40下。这个线，红色的线，不是我们讲的这个刮痧出来的这个痧，而是一条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影子。就是这条红线出来了以后，你过个2-3分钟就没了，不用担心一直留在头上。而且这条线，我们讲的影子是什么？不是身影的影啊，它是引力的引，它可以把我们这个水流引上来。注意看，这个时候红线已经开始慢慢出来了，大家看到没有？然后我们慢慢的去往上做就这么去做就行。1下2下40下就行了。很多朋友说，老师我做的时候几分力啊？大概在4到5分力。还有的朋友说，老师我做完以后上面没有线怎么办？不用担心所有朋友们都不用担心。如果没有线的话，你今天没有，明天没有，后天再念念就有了。然后我们做完了以后，记好了，这条线就出来了。你们这时候感受一下，眼睛这里是不是感觉到亮了？有的朋友感觉快一些的话，脸上都会感觉到热。为什么？因为你的水流上来了。同时做完了以后，我们把2指变成4指，从我们中间这条线往外拉，一定要拉到哪里呢？耳朵上方，慢慢做，2、3、4，跟着我5，慢慢的走，6，好，一下一下的拉，7、8，做多少下？我们做15下，9、10，还有5下，你跟着我一起去做。我就带着大家慢慢的把这15下做完，还有2下来，1下、2下，做完了以后你自己感受一下。所有的朋友们，这一会儿你会发现上面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这种松感，而且有的朋友脸上面会感觉到热热乎乎的，眼睛看东西也感觉不一样了。这就是什么？你记住了，红色的水它只要上来的足够的多，它就会把这些好的东西带到各个地方。所以呢，你感受到的感觉就是这个水流上来的感觉。我们现在活动一下，是不是感觉不一样？如果感觉好的，一定要记得在咱们评论区打上有用2个字。你的2个字会帮助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学会这么好的一个动作，无形之中也是做了一件善事。好了，今天的视频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